在一个安静的小镇上，警官杰布·派瑞正在和孩子享受天伦之乐。忽然，一个来自警局的电话打破了这个祥和的傍晚。杰布是个虔诚的摩门教徒，他所居住的整个小镇都是摩门教的教区。杰布与家人一起祈祷后，匆匆赶往案发现场。凶案现场无比血腥，倒在血泊中的年轻女性惨不忍睹，残暴的凶手甚至连屋内1岁多的孩子都没放过，这令杰布感到痛苦而愤怒。死者的丈夫艾伦浑身血污地出现在门口，他惊魂未定，不断辩解自己是无辜的。杰布的搭档塔巴认为凶手就是艾伦，因为夫妻关系行凶的案件经常发生。但杰布认为摩门教徒还不至于做这样的事儿，于是决定亲自审问。审讯中，艾伦告诉杰布，自己的妻子和女儿是遭到几个留着摩门教大胡子的人杀害的，而且这几个大胡子还会危及自己的兄弟的家庭。他请求杰布能够尽快联系自己的兄弟，于是艾伦就安排塔巴去查看。在接下来的审问中，艾伦坦白道，他自己和惨死的妻子布兰达都是摩门教徒。布兰达是个美丽而聪明的女孩，同样来自摩门教家庭。他说服当主教的父亲考入位于盐湖城的美国最大的教会大学杨百翰大学学习新闻专业。在大学里，这两个年轻人相遇并相恋。一次家庭聚会，艾伦正式把布兰达介绍给自己的家人。布兰达的天生丽质和聪慧不凡，在艾伦保守而虔诚的家庭里显得卓而不群，这令艾伦非常自豪，又隐隐感到不安。而单纯开朗的布兰达却被这个保守的旧式宗教家庭深深吸引，不顾一切地想要融入其中。摩门教是对约瑟夫·史密斯创立的名为耶稣基督末世圣徒教的别称，最有名的是该教派曾倡导一夫多妻制。这是因为刚创立之初的摩门教遭到其他教派的抵制，在经历了被驱赶、屠杀和迁徙后，摩门教的男性大量减少。为了提高人口数量，摩门教开始盛行一夫多妻制，并且鼓励生育，所以摩门教家庭通常孩子数量庞大。虽然摩门教后来废除了一夫多妻制，但还有众多保守的摩门教徒崇尚专制的父权。女性在家庭里地位很低，必须无条件地顺从一家之主。服从和虔诚是对摩门教女性的要求。摩门教在美国拥有信众众多，特别是在犹他州，基本是以摩门教为主。回到影片中，死者布兰达的父亲对女婿艾伦提出不利的证据，说他曾经殴打自己的女儿，矛头直指夫妻关系紧张。但艾伦辩称那只是争吵而已。从一开始，布兰达的父亲就不同意两人的婚姻，他不喜欢这个古板而又笨手笨脚的女婿艾伦，但无法阻止自己女儿的欲嫁之心。经群众举报，警方在汽车旅馆抓住了想要逃跑的罗宾，他是艾伦的兄弟之一。令人生疑的是，被抓住时他正好蓄着摩门教的大胡子，他念叨着经文。在警方询问他为何要逃跑时，他声称如果法律和教义冲突，他一定会先遵循教义，哪怕这样做会违反法律。这番言论令警官杰布感到无语至极。艾伦在审讯中向杰布提到过自己的这两个兄弟，罗宾和丹。丹曾在父亲外出时担任家主一职，罗宾被父亲指派为丹的助手。两个人都对宗教有着近乎偏执的虔诚，特别是丹，他因为自己经营不善，拒绝向政府纳税，导致家庭企业的营业执照被吊销。直到银行上门没收财产，他才想着要还钱。在被拒绝之后，又试图行凶，还好被罗宾及时拦住，还未犯下大错。但他拒不反省，反而把这一切认为是魔鬼的挑衅，自己代表的是神的旨意。杰布的搭档塔巴在森林里发现了一些大型枪械打靶的痕迹和一些可疑的身影。追踪中，他发现了一座小木屋，因为他受了伤又独自一个人，不敢贸然进入。这时杰布带人赶来支援。
两人破门而入后，抓获了第二个大胡子，此人同为艾伦的兄弟塞姆，另一个大胡子则逃入了森林。塞姆的妻子告诉杰布，布兰达在结婚前与艾伦一家参加了一个旧式摩门教的仪式，宣誓愿意用鲜血赎罪，而这个仪式对同为摩门教徒的杰布来说闻所未闻。正巧杰布带女儿去见主教，约定女儿的洗礼时间，于是杰布向主教问起了鲜血赎罪这个仪式的内容。主教含糊其辞，让杰布不要纠结摩门教的过往。这个答案明显无法说服杰布。回到家，他决定推迟孩子们的洗礼。塞姆在审讯时一脸中邪的神情，他不仅认为布兰达和他的孩子应该受到惩罚，还提出有一个死亡名单，这让杰布感到事态严重。在问出部分名单上的人名后，他们赶往名单上的家庭，但都一无所获。杰布在对艾伦、罗宾和塞姆的审问中，逐渐拼凑出一些事件的经过。丹因为拒绝缴纳税款被没收房屋的事而受到父亲的惩罚，大哥罗恩及时出现阻止了父亲。罗恩是做房地产生意的，看起来不像丹那么极端。他的妻子戴安娜也比较有主见。逃过惩罚的丹兴高采烈，对此事不仅没让丹吸取教训，他反而认为是神选中了他，要让他完成伟大的事业。于是他决定参加竞选地区治安官的职位，认为这样就可以操控法律，并且建立一个反纳税组织，抵制所有政府的税收。生病的父亲再也不能阻挡丹，丹说服了生意不顺的罗恩加入自己的行列。自此以后，丹以一家之主的身份控制着自己的兄弟们。他要求艾伦拒绝缴纳交通违章罚款，这导致艾伦被判刑。布兰达为此愤怒不已，当面与丹对峙起来，这惹怒了丹的兄弟们。在丹的授意下，艾伦向布兰达提出要求他暂时放弃主播的工作，和自己养几个孩子。布兰达同意了艾伦的意见。丹把自己的竞选活动办得跟国庆一样热闹，在活动现场，他大肆宣扬着抗税的口号，努力拉票，并开始在外面找女人。他的父亲反对他这样做，并告诫他回归正途。但丹不仅没有醒悟，反而带着弟弟罗宾满世界搜索摩门教一个分支基要派的经文。这个教派还存在一夫多妻制。终于，一份手稿落到丹手里，这是摩门教创始人约瑟夫·史密斯的经文手抄本。丹如获至宝，里面声称男性可以拥有3个以上的妻子，而约瑟夫·史密斯本人就有33个妻子，最小的妻子只有14岁。当丹把这个经文告诉妻子，并决定自己要身体力行时，两人争吵起来。丹激动之余超速，在公路上被警方抓获。Step out of the car, Dan. No. What are you doing? Could have killed him. Find it. The tyrant! 怀孕的布兰达并没有放弃，她联合罗恩的老婆戴安娜一起给主教写信，询问丹和几个兄弟成立的抗税组织是否合乎教义。这事儿很快被教会里的人透露给罗恩，罗恩大发雷霆。这时，整个案件的矛头指向了罗恩。这时，教区教士担心案件会影响摩门教的声誉，而开始插手案件，带走嫌疑人兄弟3人，被杰布拒绝了。紧接着，在记者发布会上，杰布顶着压力说出案情与摩门教有关，一语激起千层浪。塞姆告诉杰布，丹在竞选失败后又建立了一个先知派，开始自己解说经文，并且暗自发展信众。
就在此时，教会派来的教士突然到访，他说服杰布的上司放走了塞姆和罗宾。死亡名单上的洛主教度假归来，洛主教告诉杰布，丹和罗恩已经被驱逐出教派，原因是丹在回家后竟然当着妻子诱奸了妻子前一个婚姻的大女儿，他还振振有词地对妻子说这是神的旨意，并且还算计好要把妻子带来的2个女儿都变成自己的妻妾，这让妻子马蒂尔达感到无法接受，他偷偷帮助女儿们逃跑。逃跑的女儿们把这事儿告诉了教会，丹因此被驱逐出教会。但是教会担心丑闻泄露，并没有将此事公诸于众。布兰达女儿冠名仪式在教堂举行，罗恩趁此机会找到洛主教，询问丹被逐出教会的原因。洛主教没有把这丑闻告诉他，不明真相的罗恩越发迁怒于妻子戴安娜的举报信，回家对戴安娜拳脚相加，并且威胁主教，蔑视摩门教委员会，紧接着也被逐出了教会。It is the decision of this council that you, Ron Lafferty, be excommunicated. 艾伦跟着哥哥们成天忙碌，甚至女儿生病都不管。布兰达愤怒地谴责他，于是2人激烈地争吵起来。艾伦反手打了布兰达。Brenda, please. No. Please. Brenda. I can't wait for this to grow worse. 于是布兰达向教会请求允许他离婚。 I appeal to you to grant a divorce. 可教会非但没有同意，还将他任命为艾伦家的主事者，声称是神派他去拯救艾伦和几个误入歧途的兄弟。这把布兰达直接推向了矛盾中心。 Not only Alan, every Lafferty, we bless you with strength in this sacred calling. In the name of Jesus Christ. 虔诚的布兰达在教会的授权下，开始独自对抗丹和罗恩几兄弟，而布兰达帮助戴安娜和孩子们出逃并躲了起来，这事儿让找不到妻儿的罗恩对布兰达怀恨在心。 此时，死亡名单上的另一个人布雷迪也找到了。这个大胖子是罗恩的生意伙伴兼好友，也是先知派发展的会员。他告诉杰布，丹和他的兄弟们在郊外有一个废弃的农场，他们经常躲在那里寻欢作乐。在大胖子布雷迪的带领下，杰布带领警员来到这个农场。 只发现几个罗恩从加拿大 BC 省拐来的女孩，她们自称都是罗恩的妻子。杰布从衣柜里搜到一件罗恩的衣服，口袋里装着一份死亡名单，名单上就有戴安娜和布兰达的名字。罗恩在被驱逐出教会后，他回到了父母家，杀死了卧床不起的父亲，以证明自己夺回了一家之主的地位。 罗恩和兄弟们再次聚到一起，丹召集了一群乌合之众，继续自己的反纳税活动，其中包括一些吸毒者和流浪汉。其中有一名叫先知欧奈斯的人，他声称罗恩就是摩门教经文中提到的天选的勇士，这名勇士将带领大家创造摩门教的未来。于是罗恩戏精上身，真把自己当成了预言中的勇士了。 罗恩的小弟弟雅各布到警局自首，他带来了丹的日记。根据日记，杰布找到了丹和罗恩认识的2个瘾君子，这2人说出了布兰达死亡那天的事儿。恼羞成怒的罗恩带着丹和2个瘾君子来到艾伦家，布兰达正在家里带孩子，丹闯进了房子里。 随后，罗恩也跟了进去。God will make me whole again and send you both into everlasting. 他们不顾布兰达的哀求，割断了他的喉咙，丹杀死了孩子。
随后他们又去了名单上的其他2家，幸运的是这2家人都不在。杰布循着他们行凶那天的路线，在郊外找到了被扔掉的凶器。接着，杰布按照日记上的提示封锁了丹和罗恩出现过的赌场。此时，罗恩正在厕所里准备杀死弟弟丹，因为按照摩门教经文，天选的勇士只能有1个。于是，世代摩门教都会出现一些为了这个勇士身份而自相残杀的疯子。罗恩正是这些疯子中的一员。随着罗恩的落网，故事也画上了句号。宗教里对女性的欺压和洗脑令人惊心胆战，而那些圣经中的先知圣人们的个人启示，都潜藏着借上帝之口传递的个人私欲，前后不一、自相矛盾的教条预言。这些黑暗内容屡屡存在于宗教之中，这是否会动摇你的信仰呢？到底真正的信仰应该是听从本心呢，还是听从经文的启示？什么时候人能战胜恐惧、害怕和犹豫，不再需要宗教呢？这也许是本片想留给我们思考的内容吧。好的，谢谢观赏。如果你喜欢我们，请关注我们，让我们下次再见。